一粥一饭皆养生，美丽就在唇齿间。大家好，我是戴老师，欢迎来到吃出素颜肌美颜课堂。今天呢，咱们继续来聊聊因时而异的食物美颜方法。春天过了，夏天来了。那么在夏天我们的肌肤同样经受着严峻的考验，炙热的阳光，潮湿闷热的天气，很多人会觉得特别的不舒服。皮肤呢会出现很多问题，脸上呢会长晒斑，还有呢皮肤油腻腻的，一点也不清爽。如果您现在正在为这些问题困扰的话，那么仔细听了，今天呢咱们就来给大家支支招。炎炎夏日对我们的肌肤真的是一个严峻的考验。那么炙热的阳光呢，会把我们的皮肤晒黑、晒伤，甚至会留下晒斑。那么它和晒黑不同，晒黑呢，过一段时间我们的皮肤可能能够恢复过来，但是晒斑有可能呢会永久保留。所以我们要认真对待晒斑这个问题。晒斑产生的直接原因肯定是强烈的日晒导致呢我们皮肤的这个色素细胞受到刺激，分泌出大量的黑色素。所以呢，出现了这个斑点。那么，很多朋友呢喜欢用各种的彩妆过度的去角质这些呢，其实都有可能呢会加重晒斑。从中医的角度来讲晒斑的产生呢，主要是因为我们的皮肤腠理不密，然后呢外受暑热毒邪所导致的。所以，中医治疗晒斑呢，它的原则就是清热、去暑、凉血解毒。那到底怎么来去除晒斑呢？中医食疗有妙招。下面呢，先给大家推荐几个有助于清暑祛斑的很好的食材吧。第一个就是西瓜了。不是俗话说吗？热天一块瓜，胜似把药抓。西瓜又称寒瓜，它呢味儿甘，性寒凉，有非常好的清热、去暑、生津、利尿的作用。其实呢，除了我们吃的这个西瓜瓤之外大家知道吗？这个西瓜皮和西瓜瓤一样，也有非常好的清热去暑的功效，而它的美容功效甚至还更胜一筹呢。这个西瓜皮呢，在中医当中可是一味药，我们把它叫做西瓜翠衣。西瓜皮呢，其实就是我们吃瓜剩下的这个瓜皮了。它如果我们分析一下的话，是分3层的。最外层的呢叫青皮，靠近外层的呢我们叫西瓜翠衣，然后里层的呢叫西瓜白衣。那么这个西瓜翠衣它的清热消暑的作用一点也不输于瓜瓤，也就是我们吃的西瓜。而且它的味道呢，不知道大家尝过没有，其实也是不错的，非常的清淡，有点类似于冬瓜。所以呢，我喜欢在夏天的时候用西瓜翠衣来做汤。其实即使是和一些肉类，比如说排骨炖在一起的话呢，也是非常不错的。那么在这儿呢，给大家推荐一个代茶饮，就是翠衣银花饮。我们取200克的西瓜翠衣，12克的金银花，两者呢一起煎汤代茶饮，有非常好的清洁暑热，而且呢祛斑消痘的作用。那么这个西瓜翠衣除了可以吃内服之外呢，我们也可以外用外敷来去除晒斑呢，效果也是不错的。那么怎么来用呢？其实很简单，我们可以把西瓜的最外层的这个青皮去掉，然后取大约2毫米左右薄薄的这样的一层西瓜翠衣，把它敷在我们的颜面部，特别是呢我们生晒斑的这个两颊的这个位置。然后呢我们可以用瓜皮按摩我们的肌肤按摩几分钟你立刻呢就会觉得皮肤滋润清爽了很多。经常使用的话呢，还有美白的效果呢。说完了西瓜呢，咱们再来说说绿豆。绿豆也是众人皆知的夏季的消暑佳品。
大家可能经常在夏天的时候呢会喝绿豆饮。其实如果美白祛斑的话，我还建议呢大家在绿豆饮当中啊再加上2味食材，就是赤小豆和黄豆。赤小豆和黄豆啊也有非常好的清热解毒利水的功效。那么这3者搭在一起呢，可以说强强联合，那么它的清热祛暑的功效还有美白祛斑的作用啊也更强了。所以我们把这3者煎煮的汤饮呢，把它叫做3豆祛斑饮，大家不妨一试。我们说了西瓜、绿豆，那么第3个我想推荐给大家的食材呢，是很多美眉的最爱，就是柠檬了。大家都知道柠檬有非常好的美白的功效，其实啊，它的祛斑的作用也是一流。那么柠檬呢，大家知道富含维生素 C， 维生素 C 呢有非常好的抗氧化的作用，能够淡化斑点。那么另外呢，柠檬当中啊还含有很多植物活性成分，还有很多维生素和矿物质，所以呢，综合的作用啊，使柠檬具有了非常好的使肌肤清爽、美白、不油腻，而且呢淡斑的这样的作用。最后咱们再来说一种食材，就是绿茶。绿茶呀性凉，有非常好的清热解暑解毒的功效。绿茶呢也是公认的养颜佳品。那么绿茶当中啊，它所含的茶多酚的含量在所有的茶类当中应该说是最高的，而茶多酚的抗氧化的功效呢也是非常强大的。所以常喝绿茶的话呢，会让你感觉在夏天啊更加的清爽。那如果呢我们把柠檬和绿茶搭在一起，那就更棒了。炎炎夏日啊，气温升高，那很多朋友呢会感觉啊自己的肌肤啊整天油腻腻的不清爽。那么据统计呢，在夏天里觉得自己是油性肤质的人呢，要比冬天啊多3倍呢。那么从现代医学来讲啊，这个油性肤质呢，主要是因为啊这个我们人体的雄性激素分泌过高，皮脂腺呢分泌旺盛所导致的。而中医理论认为呢，这个油性的皮肤啊，主要多见于湿热体质的人。也就是说呢，这是一个体质的因素。那说什么是湿热体质呢？我怎么知道自己是不是湿热体质呢？那么湿热体质的其实一个典型的表现啊，就是脸上容易出油，是油性肤质的。往往呢还伴有一些身体其他方面的不舒适的感觉，像觉得沉重啊、乏力啊，会觉得脘腹胀满啊，还有呢口黏、口干、口苦。大便不爽，容易粘马桶壁。那么像这些呢，其实也是湿热的一些表现。湿热体质的人呢，往往啊脾气也比较大，就是我们说的心烦易怒。那么怎么来改善湿热体质呢？食疗是关键。下面呢给大家推荐几种。那比如说吧，在夏天当中啊，我们常吃的一些瓜果就有很好的作用。冬瓜、黄瓜、丝瓜、苦瓜，像卷心菜、莲藕、茄子，这些呀都具有清热利湿的功效，大家呀不妨常吃。下面呢，咱们先来说说冬瓜吧。早在几千年前的《神农本草经》当中呢，就提到了冬瓜呀，令人好颜色，益气不饥，久服呢轻身耐老。可见呢，很早啊，大家就已经开始利用冬瓜来美容养颜了。那么冬瓜呢，确实有很好的减肥功效，这是源于呢，冬瓜呀甘淡性凉，有非常好的清热解暑、利尿、生津、利水的功效。下面呢，给油皮的朋友啊，推荐一款在夏季非常适合食用的，叫冬瓜荷叶炖水鸭。我们取冬瓜200克，赤小豆25克，荷叶3小块，薏米25克，鸭子呢250克左右。那么上面的这些食材啊，我们都把它清洗干净。那么鸭子呢，把它切成小块，一起呢放在炖盅当中，隔水小火呢炖2个小时左右。那么最后呢，再适量的调味就可以出锅了。那么这道汤品啊，非常的清爽，
那么其中的鸭子呢，大家知道是水禽，它的性质呢是寒凉的，最适合在夏季来食用，有非常好的清热、去火、滋阴、养颜的功效。那么再配合呢这道汤品当中的其他的食材，像荷叶能够生清降浊，去暑的效果很好，再加上呢赤小豆和薏米，这个大家最熟了，清热利湿的作用是非常棒的，所以搭在一起呢，吃了之后会令我们的肌肤非常的清爽不油腻，大家不妨一试。下面呢，咱们再来说说薏米。这个薏米呢，又叫薏仁，它既是食物，也是呢在中药房里我们可以买到的药物。它有非常好的清热利湿，还有排脓这样的功效。研究发现薏米当中的活性成分对紫外线有非常好的吸收的作用。所以呢，那么现在在化妆品当中经常用薏米的这个提取物放在当中呢，可以起到很好的防晒和防紫外线的效果。那么在夏季，特别是对于湿热体质的人来讲呢，应该说最适合常喝薏米水。不过有朋友说了，薏米水我经常喝怎么觉得没有什么效果呢？其实薏米单用确实它的力量呢比较的平和，偏弱一些。那么我在临床上呢，喜欢把薏米和赤小豆、和冬瓜或者冬瓜皮还有呢玉米须，把它们搭在一起呢煮水来喝。那么这样的话清热利湿的效果呢就会加强很多。湿热体质的朋友不妨经常饮用这样的混搭起来的清热利湿的饮品。荷叶呢性质平和，能够清热消暑、生津止渴，可以说是湿热体质的食疗佳品。那么在夏天如果能够常喝荷叶粥的话，也能够让我们的肌肤清爽不油腻。不过呢，大家注意，这个荷叶粥美味又清热利湿，但是它的熬法是有讲究的。那么有的人呢，把荷叶和粳米一起来煮粥，会发现呢，熬出来的粥颜色不好看，而且呢还发苦。教给大家一个小窍门，熬荷叶粥的时候我们要先把粥熬熟，等到粥呢粘稠了之后关火，这个时候再把荷叶直接扣到这个粥的表面，然后呢盖上盖子焖15分钟左右。这个时候你打开锅盖，就能够闻到这个荷叶的清香味了。你会发现这个时候的粥是翠绿翠绿的颜色，非常的好看，而且喝起来呢也有一股荷叶的这个清香味，一点儿也不苦，大家可以试一下。好了，上面呢我们说了冬瓜，说了荷叶，说了薏米了。其实还有一个食材呢，我想推荐给大家，特别适合湿热体质，整天觉得脸上油乎乎、腻乎乎的人来经常食用，它就是白萝卜。白萝卜呢味儿甘辛，性呢是偏凉的。那么在养生导引秘籍当中它就讲白萝卜能够利五脏、清身益气，服之令人白净，细肌理，美颜色，治面毒。夏天呢，我知道大家往往食欲不好，吃什么也觉得没有胃口，所以我想在这儿推荐给大家一道非常下饭的爽口小菜，就是糖醋白萝卜。我们取一根白萝卜洗净，然后呢把它切成细条，用适量的盐来搅拌一下，放置30分钟。那么这个时候呢，白萝卜就腌好了。然后我们在白萝卜上面呢加一点白醋，加一点白糖，拌一拌，非常的清新爽口，大家可以试一下。上面呢咱们说了夏天容易出现的晒斑问题，还有呢皮肤油腻的问题，以及呢如何我们通过食疗去应对。那我想呢在夏天其实不管我们有没有出现上面这些肌肤问题，大家都很关心怎么来防止夏天被晒黑，怎么给我们的肌肤补水的问题。那么有什么样的食物，怎么吃能够吃出美白保湿的效果呢？其实咱们前面跟大家提到的很多食材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的西瓜、绿豆、柠檬、绿茶，还有呢黄瓜、芹菜、胡萝卜、西红柿、白萝卜、丝瓜、冬瓜、芒果、木瓜、木耳，太多了。这些食材呢其实都是不错的选择。
那么可能有朋友呢会提出疑问，说你刚才提到的这些食材啊，我听说其中有很多呢叫光敏感食物，那么吃了之后啊，反而皮肤更容易被晒黑呢。所以我想在这儿呢，也跟大家解释一下，什么是光敏感食物呢？那么是因为啊，这些食物当中呢，含有一种成分，那么这种成分啊，容易使我们的皮肤对紫外线的敏感性增高，所以更容易被晒黑。这种成分呢，叫做呋喃双香豆素。常见的含有呋喃双香豆素的蔬菜和水果呀，有香菜、芹菜、胡萝卜、萝卜叶、菠菜、小白菜、油菜、马齿苋、马兰头、荠菜、芥菜、徽菜、紫云英、莴苣、茴香、柠檬、无花果等等。那以后在夏天还能不能吃这些蔬菜水果了呢？其实大家不用惊慌。那我们体内的呋喃双香豆素啊，一般来讲呢，要达到10毫克左右才会发生光敏反应。而我们平时常吃的这一碟蔬菜啊，也就200到300克左右，那么它其中所含的这种成分的含量呢，也就在几十个微克，所以还差得远呢。反而我们更推荐呢，大家在炎热的夏天啊，更应该注意食物多样化原则，要多搭配一些新鲜的蔬菜和水果来一起食用。因为不同的蔬菜和水果当中呢，含有营养素是不一样的。那么我们把它们搭配在一起的话呢，可以更好的为我们的夏天的肌肤啊提供营养物质。只有营养全面啦，我们的肌肤营养充足啦，才能够更加水润，更加的有光泽。当然，要美白保湿啊，除了要多喝水、多吃新鲜的蔬菜和水果之外，还有一些小细节呢，要提醒大家。第一个呀，就是在饮食上呢，要注意忌辛辣。第二个呢，就是要注意长时间的日光照射，尽量的要避免。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要保持我们的皮肤干净清爽。最后一个呢，要戒掉不良的习惯，比如说食烟酒啦、熬夜啦等等。今天呢，我们讲了夏季晒斑，还有呢油腻皮肤的食疗秘籍。那么要防晒斑的话呢，建议大家在夏天多选用像西瓜呀、西瓜翠衣呀，还有像绿豆绿茶等等这样的食材。那么咱们今天讲到的像翠衣银花饮，还有呢像柠檬绿茶、三豆祛斑饮，这些呢其实都是不错的祛斑饮品。对于油性肤质的朋友来讲薏米、荷叶、冬瓜、白萝卜都是不错的食材。咱们今天讲到了冬瓜荷叶炖水鸭，还有荷叶粥，再有呢清爽的凉拌萝卜菜，这些您都记住了吗？选对食材，保您清爽一夏。今天的课咱们就到这儿，下次课程咱们再见。